山东舰在前出台岛后，在3天的时间里进行了120架次的起降训练，而美军航母在这时候却悄然接近。为此，我军出动055大驱赶来支援。来看详细情况如何。Hello， 各位老铁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，我是虎妞。在本次的环台岛战备警巡和联合利剑演习中，我军针对台岛的行动进一步加强，不但实现了对台岛的全面包围，更是放出了导弹模拟打击台岛的画面。不过这些都不是大家最关注的，大家最关注的是山东舰航母也参加了这次的战备警巡和演习。和以往不同，去年的环岛军演虽然辽宁舰也参与了进来，但那纯属巧合，我军并没有正式宣布。此次山东舰不同，山东舰专门前出台海，就是为了参加这次的战备警巡和演习，并且还得到了官方认证。也正因为如此，就连隔壁有着御用摄影师之称的日本自卫队，也专门跑到台海这边来拍摄山东舰。从山东舰出港起就保持了全程关注。从御用摄影师的一路跟拍，我们可以得知，山东舰已经抵达了台岛以东200公里的地方。这个距离代表山东舰可随时对台岛发起打击。而有意思的是，距离山东舰不到500公里的地方，还有一艘美军的尼米兹号航母。而以这个距离来看的话，双方航母都已经进入了对方的警戒范围以及打击范围。在御用摄影师发布的照片中能看到，在山东舰航母的甲板上方密密麻麻地停满了舰载机以及直升机。这代表山东舰本次行程虽然只带了一艘054A 护卫舰以及一艘901型补给舰，但训练强度绝对是拉满的。在抵达台岛以东之后，果然山东舰就开始了航母舰载机的起降训练。根据日本防卫省的统计，山东舰在3天的时间里总共起降了120架次的飞机，其中包括80架次的歼15舰载机，舰载直升机起降约40次。这对于一艘还没有正式形成完整战斗力的航母来说，绝对是高强度了。而看着我军的山东舰在这儿进行训练，旁边的尼米兹号也动了点心思。之前几次尼米兹号来秀存在感的时候，都被辽宁舰赶跑，因为辽宁舰带了一大支航母编队的，这才让尼米兹号航母不得不认清现实跑路。现在山东舰就这么一艘护卫舰和补给舰跟着，看上去实力不是很强，尼米兹号不过来找回场子是说不过去的。因此美军航母距离山东舰的距离是越来越近。不过大家也不必担心，山东舰这次公开消息是只带了一艘054A 护卫舰和901型补给舰，但实际上带过来的护航军舰远比表面上的更多。在山东舰抵达台岛东部后，御用摄影师就拍摄到了052D 驱逐舰、焦作舰在一旁。在美军航母不断接近山东舰后，从东部战区发布的视频中能看到055大驱正在赶来的路上。显然对于美军航母想要过来挑衅的意图，我军也十分清楚，直接派出055过来支援。而获得了055后的山东舰编队，再加上在上月底就南下的电子侦察船，这一下可以说是成了完全体，丝毫都不带怕尼米兹号的。当然美军航母也有可能是来支援台岛的，毕竟之前美国就多次提起台湾有事儿就是美国有事儿。现在解放军采取围岛进逼的演习，进一步压缩了台当局的生存空间。山东舰的歼15舰载机也多次在台岛以东所谓的防空识别区进行训练，等于是台岛已经被全面包围。这种情况下，美国再不出手，就显得自己承诺一文不值，容易让台当局丧失对美国的信任和依赖，所以赶紧派来一艘航母来支援。但我军显然也有着应对方法。从本次战备警巡和演习的力度来看，山东舰是从台岛以东起飞舰载机，进入所谓的防空识别区。这代表我军有着2种目的：第一是在战时拦截台岛想要外逃的战机；第二则是采取围点打援的方式，对台岛围而不打，通过对美军航母舰载机进行狙击，防止美军南下增援。在未来可能到来的台海冲突中，
岛内的军事力量对冲突起到的作用并不大。真正需要注意的是，在周边晃悠的美军才对。以解放军的实力将台岛包围起来，完全不在话下，并以台岛为诱饵，吸引美国不断地派人来支援。在这时，早就做好准备的解放军，则可以将这些支援一网打尽，从而达到彻底收复台岛的目的。无论怎样，这次的环岛军演相比较上次都更进一步，变得越来越实战化，同时也表明了我军越来越有的信心，有足够的把握对台岛实行全面包围和封锁。特别是山东舰已经能够做到独当一面，抗衡美军航母，称得上是一场在战前的摸底考核。